好，来看一下，今天呢是来自于我们的《西游释厄传》专题啊。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 CS 啊。这个虽然说玩的是简化版啊，但是这个大家伙知道玩的这个技能简化而已啊。事实上呢，我们这个CS 呢是有全套的这个作品啊。那之前这是已经很早的作品了。CS 呢，这个现在呢基本上你看啊，要不就玩原版，要不玩 Zero 版，要不玩那个群魔乱舞啊，就比较多。其实 CS 原版啊，其实才是正儿八经的，就是《西游记》1代的 Plus 版。那么操作者呢是来自于这个李小文啊。那之后呢，也有可能会把这位大神的全套的这个视频啊，这个做一下啊。他好像也是在这个某音开直播啊。如果有想法的话，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啊。当然，这个 CS 这个游戏呢，它应该是全人物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是孙悟空、龙马、老沙，然后八戒和龙女，全人物的这个无伤通关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进血、进道具，或者是进气儿、进道具，然后一臂啊等等啊，大家伙儿啊非常变态啊，兄弟们啊，所以说个人感觉呢还是有一定这个操作性，以后呢也会为大家伙儿持续更新。由于同一种类的这个视频啊，给大家伙儿更新起来吧，还是稍微有点这个。不能说连着更，除非是超级热门，或者说真不太一样的。比如说你像合金弹头系列，咱们可以从1代播到7代叉叉，对吧？你这个可以来回播。然后三国战记呢，也可以播三国战记1、三国战记2啊，或者什么的。而西游释厄传呢，无论是1还是 S， 它的剧情啊都差不多，对吧？剧情都差不多，画面也都差不多啊。虽然说不是很一样玩起来。然后再就是西游释厄传2呢，咱们玩的也不是特别多吧，而且它并不是完美模拟啊，在没有大神在线玩，所以说我们也就不播了。所以说对于这个西游记呢，可能它就不像合金弹头或者三国那么多。就哪怕是你像恐龙快打，咱们也有恐龙快打原版、恐龙快打无双、恐龙快打1v3、勇士、斗神啊，还有什么那个天王版啊等等的，这个版本不一样，咱也是确实是啊，该说啊。大家来找茬能1B吧？我之前解说过大家来找茬了，但是那个游戏啊，解说起来不是很方便，因为那个游戏呢，大神呢玩那个游戏其实是背板，严格来讲就是那么几张图，它一共那么几十张图，然后就对吧？多少个点，你把那个板背下来，基本上就没有问题啊。然后再就是加上对吧？你手速快啊，当然手速必须得快，而且不能打错。所以说那个游戏也有的啊，无论是1B还是什么摊分都有玩法。啊，就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来看看现在这个金角大王，我怎么看这个金角大王他头上有一点绿呢？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金角大王头上有点绿啊。好，一顿下上，咱们玩的这个难度啊，跟大家伙讲啊，玩的还是这个超级难，也就是类似于像《三国战记》的这个天王难度的。这个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你看头上有一点绿吧？啊，天王难度呢，其实跟这个不一样。咱们这个难度呢，首先有一个最让你受不了的就是气儿方面上啊，对吧？你这个气儿就基本上相当于刚长满，没有过一会儿就没了啊。好，获胜了之后跳一下，还有舞裙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的胖次是白色的啊。感谢我们的周瑞哥啊，周瑞994一手大金卡支持我狼，这是我狼今天开播以来第一个礼物啊。好，来看看第二关。玩 CS 原版呢是没有跳关的啊，群魔乱舞是可以跳关。最近呢，《西游记》还有个群魔乱舞的这个新群魔乱舞啊，什么魔王对战什么的啊，那个版本呢目前没有什么太普及。说白了，大神呢也不屑于说去把自己玩的录像展现出来啊，因为就原版呢，其实很多人都愿意把原版作为珍藏，因为你把录像发出来。没有意义。你发出来之后呢，可能它这个改版的又更新了，这时候呢就看不了了，对吧？它就改版了，看不了了，咱们就那个 room 就看不了了。所以说我狼呢很难搜集到这些改版之后的这个视频啊，这点让我很恼火。否则也会有一些优质的这个改版游戏。改版游戏呢，它区别于原版游戏的这种严谨啊，它其实多了一定的余味性，或者对吧，娱乐性，或者说是这个非常难的这个特性。但事实上呢，它老是频繁更新，修复 bug 的同时呢，增加难度什么的，也导致呢我们对吧，就是这一点就特别不好啊。海胆王的版本目前我是据说是有可以直接变身啊。但我忘了，之前好像他们直接可以变身成为那个各种各样的 BOSS。你像连那个
对吧？幻魔和大幻魔都能选啊，就何况是小小的这个，对吧？小小的这个海胆王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咱们这个玩法呢是无伤玩法，所以说呢，它无伤玩法呢就跟血就没啥关系了，因为不受伤嘛啊。无伤啊，不受伤，这个就是比进血的终极难度啊，进血的终极难度就是不受伤，无伤玩法，一下都没有挨打。但是呢，他就用到毕生所学的所有来招，比如说道具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所有啊有气儿的时候怎么说啊，对吧？大家伙记住了。比如说像他练这个混元功，跳斜下跳，这个混元功啊，御师造化混元功，须看《西游释厄传》的混元功。乾坤十连斩啊，也有进的。乾坤十连斩呢是来自于什么呢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这一手叫什么呢？这一手这个金克木啊，比如说咱们金克木的关卡就可以练乾坤十连斩，这个伤害也是非常高啊，对吧？就是有点像那种连击似的，它连击方式特别像啊，一贯有这个 IGS 的风格啊，大家伙都众所周知啊 ，IGS 的风格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，你比如说你像它那个。各种各样的游戏都有这种类似于像乾坤十连斩的这种风格，像傲剑狂刀，对吧？你练一个那个蓝管必杀就可以出这种效果，哎，没毛病啊。好，来，吃这个玄冥府，然后中间还有个这边还有个东西，好像哎不吃了。中间那个是啥？是一个桃子啊。其实个人感觉可吃可不吃，对吧？你他妈的。满血我无伤，对吧？无伤玩法有什么好吃的呢？好，蓝跟我来了 ，OK 啊。嗨。好，直接下上。你看啊，基本上他这一手啊都是练的特别猥琐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看利用下上升龙，然后练这个混元功，正好是把那个什么练完啊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讲一下，乾坤十连斩是什么呢？乾坤十连斩是大万的时候啊，就是大满能量的时候的，练完之后呢，它是还是满能量的状态，但是你得重新加。就是这个大万的状态，而你要练混元功的话呢，就会变成什么呢？变成这个，先是变成这个没有能量，然后一半，对吧？一半的状态。好，火克金，这应该撇一手灭，先一对吧？先一手那个密隐身衣，以防止自己受伤，然后练一手灭啊，大概就是这个路子啊。好。好，直接给拍死啊！好，今天考科2，哎，白色内裤啊！你看白色内裤啊，这个白色内裤有点东西，元神出窍，前后下前，对吧？前后下前，就是你知道那个拳皇里面的 Soboken 怎么练，这个就怎么练啊！阳阳光沁月。啊，光劲月，我跟你说，不写这个古诗啊，咱们都没办法什么呢？你不写古诗都没有办法说那个，认识这个啥了，认识这个写小说的人了，对吧？无论是西游还是红楼，哎呀，红楼去了，红楼西游，对吧？金瓶什么的全是诗，这个没有诗不行啊。白色内裤容易黄，一会儿你看小龙女放火云刀的时候啊，但凡小龙女放火云刀的时候，你们再看一下她的内裤，你就看得会非常清楚。好了，这手蜜要吃啊，时刻保持自己有3个蜜，没毛病啊。嗨，嗨，再拍。
好，你看这个混元弓其实是最爽的，它可以极大限度的保持自己一直在无敌状态下达到10数秒之久啊。这个混元弓打的血虽然说不多，但是拍那么多下，尤其是像拍一些超级大的不会倒地起身的 BOSS 啊，就会感觉到更牛逼，哎，就感觉到非常爽啊。好，来看看这个海胆王。好，一顿加啊，直接拍，哎，2、3、4，哎，2下能拍1下不错的样子啊。8、9、10没了，哎，再放小的，好，再用元神出鞘，元神出鞘，然后下上的一瞬间在空中直接可以选择斜下跳出混元弓，看不看见？也是这么一个拍法，直接把海胆王拍死。这里面那个小红豆啊，也是高手必备道具。小红豆可以让自己瞬间把能量加血满，加到血满啊，就非常赖了。好，到目前为止呢，它还是没有需要。一会儿呢，在打最后一关的时候呢，咱们是可以留一手灭，因为目前来讲呢，是没有任何人能够遁入咱们的幻境啊，他不克咱们啊，他不克咱们遁不了咱们的幻境，但是咱们能遁其他人的幻境。火克金，咱们是金属性，火克金的话呢，就只能告诉你一句话，就是红孩儿还有幻魔啊，可以克咱们啊，只有最后一关的这个大幻魔才可以啊。好，下跳过来，嗨，好，来看看金鱼精啊，这哎气儿又满了啊，不是气儿又不满了啊，你看它就是非常安全啊！你看它为什么说有一些 BOSS 呢？就是你感觉好像就是无论是 BOSS 还是小兵，咱们打就这个小兵和 BOSS 在不可思议的角度就能击中咱们，而他们打的时候，无论多危险的时候啊，这个他都不怕这些小兵，不怕这些 BOSS， 咱也不知道为啥。哎，你说这为什么呢？对不对啊？是这样的啊，最简单的无伤是龙马，其次是孙悟空。第3是谁呢？第3是那个老沙啊，第3是老沙。其实我想说最简单，按理说是老沙啊，按理说最简单是老沙，但是这个高手呢，先出的是龙马，再出的是悟空，再出的是老沙，然后隔了好久再出的猪八戒的无伤，最后才出的小龙女的无伤啊。对，难度就是所谓的超级难，也就是最高难度，也就是所谓三国战记的天王难度啊。但是他俩的难度机制不一样，所以说也就那么回事啊。好，来看看这雷弹戟放的意义是什么，兄弟们？我操，只是为了把这个宝清一清吗？啊，好，蜜该吃。好，来看看小幻魔加大幻魔，加阿里玛性感魔啊。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小回旋镖啊什么的也挺猛啊。我记得那时候用回旋镖打那个什么，打那个蜘蛛精。好，你看这手凤凰天翔啊，直接用那个小那个2个下跳捡起那个1000分的小，对吧？1000分。然后直接就对吧，满气儿，正好你看刚刚好，然后变身大幻魔还可以把那个1000气儿吃了，你看，哎，准备快消失的时候再吃，这个1000分可以瞬间把咱们的这个气儿加满啊。好。这必须练这个大必杀的时候，咱们有无敌效果，只要把那个地方躲掉第1点，判定就是无敌了。好，下上，再下上，再下上，再下上，一个定珠，然后把气儿先加满，看啊，
一共三大珠啊，一个是定珠，一个是红珠，一个是蜜珠，对吧？定珠其实就是傀儡娃娃，对吧？用定珠在卡位置，然后把气儿长满，他正好练必杀，下跳，长满气儿，练这个元神出窍，没多少血了，其实可以混元功了，其实一共打10下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最后一下下跳，追地，一个无影刀，哇，计算的相当好啊，计算的啊。必须是直播啊！每天晚上这个黄金时间，只要不用每天晚上，你只要开这个摄像头，那必是直播呀，兄弟啊！好，噔。直接金克木啊！这关终于到了小龙女的主关卡了啊！这一关小龙女的主关卡，咔咔就是干。好，先把气儿，别加满！我操，他加满了。为了求稳啊，还是用混元功。其实有时候感觉这些小兵也是挺赖。打 BOSS 的时候呢 ，BOSS 的各种习性练必杀的时候都有心理，对吧？都有心理暗示。但是这个小兵就没有。反正打的是无伤，奔着求稳一定要使劲儿啊！好像对于很多新手来说啊，这个第4关不如第3关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第3关啊，反而是最难的啊，就是那个大水怪啊。因为一手大水怪让多少这个小伙伴直接就汽油了，对吧？直接汽油了啊！这不是 TAS， 这是人脑，好，加满，慢慢等，好。你说，你们说这个陆地大仙他手里拿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武器？而且还可以招，就好，乾坤10连斩，这是最屌的技能啊！看到没有？加，一个定住，你看，再来乾坤10连斩，追地，你看乾坤10连斩啊！其实感觉这个乾坤10连斩打了好多斩，最后还有一个闪亮登场，是那剑，捡起来。其实我感觉群魔乱舞最狠的好像是所有关卡都可以练那个乾坤10连斩，虽然说那就很赖了，那个版本根本就不需要说练乾坤10连斩了，但是呢还是告诉你可以无限练啊，你就是哪一关，你无论你克不克制这个关卡都可以啊。好，你看这个卡这个阳历大仙的 BOSS 啊，这个就感觉就是上面整了一些这个香炉，对吧？就不知道感觉好像日照香炉生紫烟似的啊。到上面再你看正好卡兵，这 BOSS 这，哎呀，呆核的这 BOSS， 你看。直接乾坤10连直接混元功啊，直接能拍死了。6、7、8、9、10，哈都坑！你说这个混元功这个招像什么招啊？有点像那个什么大威天龙、大罗法咒、金刚护体，各种啊。好，
还每个都一样，都是 A 一直按，那确实赖啊。小红豆那好东西啊！哎呦我去！你看这躲的，好3个小红豆，他正好躲这个。这个小兵刚才练那个招有点像啥？有点像葵花第三式，看不看见啊？传说中的葵花第三式啊！推过来，不要这把这往这一推，然后一个密室。大哥，你不掉下去啊？摔死你个逼啊！其实像这个无伤玩法很少，还是很少用什么的，用这个原神出鞘啊。用清小兵的时候，小龙女的原神出鞘啊，有点恶心啊。她原神出鞘并不像那个悟空龙马那么爽，对吧？八戒的也行啊，八戒的最起码人家还有一手啥呢？人八戒的还有一手那个上撅那一下，对吧？还有一手撅。老嘚儿了，好，可以遁入他的幻境，准备一手密，就可以乾坤10连斩直接把他搞死，对吧？好，加气儿，好，直接遁上下。哈，一个定住啊，下上，这个掌心速度可快了啊！哎，直接连就行，哎，就无限连。你说赖还没有小兵，掌心速度还快，这就是说啊，属性克制啊，无论是攻击力，还是说是吧，能遁入幻境。这遁入幻境时候，他在我的幻境里面啊，那太赖了这个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 CS 在游戏设定上要比这个原版的《西游记1》要好玩的多得多，我认为是这样的啊，兄弟们。但是呢，还是《西游赊传1》的这个原版啊比较狠，《西游赊传1》的这个嗖好的啊，小白色内裤，哎，白色内裤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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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，看看连续的掰啊！他在拿火云刀，一会儿打到那个老鼠的时候啊，一会儿打到老鼠的时候就有火云刀了，对吧？那就不用想了啊！哎，猪哥来了，猪哥一手2连半，直接把我干到1星啊！这有一个定珠啊，这里一个白色的定珠。这个蜘蛛挺扛干的感觉啊，不对，这是一个红珠啊，推过来直接走。哎呀，这帮妹子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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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有种放马过来！哎，你看那个蘑菇上还长那个啥呢？那个蘑菇啊，蘑菇上长个绿色的那个什么啊？这感觉好像得了尖锐湿疣一样啊！哎，猪哥一手飞机。猪哥大早上跟我说完一句话，说昨天睡着了。哎，我感觉就是这个主播不要脸都不要脸这种程度了啊！大哥都要跟主播说，哎，昨天我睡着了，好像怎么地了似的。你睡着就睡着呗，对吧？能咋的？对不对？昨天就不就是没帮我冲上4星嘛，都小事儿。今天帮我冲5星就好了呗，对吧？无所谓啊，我又不会生。好啊，蒙面。什么女侠啊！好，感谢猪哥的一手大飞机，兄弟们啊，冲2星指日可待，还差3个1毛钱人头啊！猪哥过2天就要闭关修炼了，然后再见就已经是12月份了啊，就只有说12月份才能够再那个什么了啊，就是一起能喝点啥的。好，这蒙面女侠，像这个关卡，说白了啊。有好多游戏，它遁入幻境并不是最后一关的 BOSS， 比如说这关的 BOSS 是蒙面女侠，对吧？蒙面蜘蛛女侠，啊，比如说这个什么啊，是那个啥，啊，游侠，
还有游侠啊，那必须不要脸啊！那脸是脸嘛，你懂的啊。好，一顿神拍啊！啊，这个声音好淫荡啊！这个声音，好，它能归遁入幻境，你像那个白象能遁入幻境，对吧？这个遁入幻境，这个有点东西的啊。金鱼精遁入幻境，像什么大幻魔呀，什么幻魔、牛魔王都是懒子啊，懒匣子。好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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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两个火蜘蛛，哎，你说这两个火蜘蛛为什么一个是金，一个是土色的，一个是蓝色的呢？然后为什么要叫火蜘蛛啊？对吧？为啥一直用这招求稳啊，兄弟们？这个我跟你讲啊，因为咱们玩的是无伤玩法，这个那无伤玩法当然以求稳为主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来看看大蜘蛛出来了啊！这个蜘蛛最开始只能在那个泳池里面出不来，这个设定其实看起来好像就比较安全的样子啊。蜘蛛可以吐个那个蜘蛛丝。就像那个老鼠精可以吐痰一样，也是一个 AOE 的技能，啊，反正也挺赖啊。钻上来之后，你看这个蜘蛛还变色了。为啥这些女的在蜘蛛池里洗澡？大哥别闹了，那些女的就是蜘蛛，好吧？啊，定住，把气儿加满，直接再拍。这个混元弓啊，反正拍就贼实惠啊。我靠！刚才不小心那个什么了啊，点了一下那个暂停，我操，不是那个录像暂停，精神病。好，来看颜色，白色。不是。最狠的是，你看坡处还我师傅来，就是这个西天取经在《西游记》里面，为了强行加一个女性角色，他为了强行加一个女性角色啊，他整了个小龙女，然后小龙女还是牵马的，兄弟们啊！众所周知，《西游记》里面牵马的是谁，兄弟们？对吧？这个如果是咱们小时候看的《西游记》。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那个就是猪八戒牵马啊！唱这首歌的人，敢问路在何方？唱这首歌的人就是猪八戒，但是原著不是啊，原著猪八戒是扛行李的，对吧？对吧？那这个游戏是小龙女牵着马啊，小龙女牵着马。那如果说你看啊，咱们是小龙马、孙悟空、猪八戒。是吧？这个沙悟净这4个人，正常是这4个人作为徒弟来救这个，对吧？来救这个唐僧。如果你不加这个小龙女，你换成一个其他的角色，你们要换成什么角色，兄弟们？我狼瘦了吗？确实啊，这瘦了。好，无限追。直接拍死，我操！
女儿国国王，女儿国国王有点狠了啊！其实正常的话，你看啊，这个唐僧这一路走过来，就这4个，对吧？就这4个徒弟，是吧？没有别的徒弟了。再来一首金属性的，对吧？金蝉子，那只有唐僧本人啊，对吧？你可以把唐僧本人弄进来。可以这么理解吧啊，我就个人感觉是可以这么理解。再就是啥呢？你像那个金叉，对吧？就是那个哪吒，金吒、木吒、哪吒，对吧？那你这金吒是吧，也可以搞一手是吧啊？好，白象方便面啊。好，一顿追，二郎神也行，二郎神也可以，也可以算上啊。大哥，这个无限追地这招是真的赖，主要是还没有小兵啊，就猛了，看不看见？他这个追完了之后赖在哪儿呢？虽然说啊，一会儿这个白象就会站起来，直接就无论你打死了还是怎么样，他一定会掉下去啊，一定会掉下去，掉到八卦炉里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先给他打死，对吧？好，这直接99斩，然后变成这个这么多斩，哎，等它掉下去，遁地术，丢。好，来看看他的血量啊，就这么废。等一会儿，先一手无影刀直接死了，我真尼玛！这个血管没消失，还会再刷小兵的啊！不要觉得这个对吧？这个 BOSS 死了都已经闪光了，为什么还那啥？他这个血量废的特别慢啊，这个血量。好，卡中时间就直接走。好，再等会儿。等到刚才那个啊，他应该是乾卦，应该是乾卦啊，3个横，对吧？天为乾，3个横，地为坤，3个断。其实你们没发现这个阴阳五行这个东西特别像那个什么吗？特别像那个就是二进制的语言，对吧？特别像二进制的语言啊，摩斯电码啥的，对吧？1和0，对不对？我看到武基哥说了啊，武基哥说我来啦啊，我来了。武基哥说3连6斩是吧？3连6断，天为乾，地为坤，阴阳五行遁入幻境啊！好啊，这武基哥一来就双飞，这样的话就是3星了，兄弟们啊！昨天最嘚儿的是啥？昨天最嘚儿的是。这个昨天最嘚的是那个到后期猪哥睡着了啊，查寝了。其实刚才跟武基哥就在聊呢啊，武基哥说那个啥，说那个问那个李某迪事件的那个女主多少钱一次？大家凑一凑人头，1毛钱的人头，大家伙帮一帮忙啊，帮一帮忙啊！其实我觉得这个。就好多人，就是我记得最开始写二进制语言的这个人，他说中国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乾坤五行，对吧？这个八卦什么的，就特别像这个什么啊，特别像这个对吧？这个比如说什么，这个天地生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万物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产万物什么的，什么这那的啊，咱就不说了啊。
反正就是说这个意思，就是说中国这个就是很早的时期啊，就是有这个啊，对吧？关于这个二进制语言的这个雏形了啊。听说是8000，据说是8000啊。我听说是我刚才看我那边那个群里说的啊，3000包夜。不至于吧？你看那个叫什么小宝探花就被抓了，现在判了，怎么也判到5到10年的那个小宝探花，他一次也得2、3千的，对吧？他那一次还得2、3千的，你何况说是吧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对吧？无论你多有钱、多有地位、多帅，一个不小心有可能，对吧？你也缺人啊哈，你也缺灵魂伴侣。对不对啊？对吧啊？好，一顿拍啊！好，大家伙1毛钱小礼物送一下，还差6个人头啊！小狼探花这个就过分了啊，这个多多少少啊。好了，看看这个骨头汤，你看这里面是骨头汤啊，那个骨头你们现在都已经没看到。刚才如果有细心的观众。你看到那个骨头的时候，我这么告诉你吧，那个骨头，那个坐在骨头上的，坐在盆里那个小骨头精啊，还在笑啊，还是在笑的啊，相信我啊。啊，定住，先天锁，追，这个人形怪能追地是真尼玛赖啊，兄弟们，人形怪它能追地啊。你看，这就卡住那个用他那个豹纹卡那个对吧？大王那个豹纹那个座椅啊，就跟我最新买这个座椅似的啊。这个大王座椅一个豹纹座椅给挡住了，那个小兵是个内奸，我跟你讲啊，绝对是内奸啊。好，每小兵的 BOSS 都是渣渣，那个什么，那个海胆王啊，大幻魔啊，是吧？啊，左石探花就别扯了啊！啊，直接拍死，这么拍死是真的最爽，这个拍死啊！好，还差3个人头，兄弟们，1毛钱小礼物啊，直接3星，咔咔干啊！好，这个座椅底下居然有一个雷电戟，是有点东西的啊，肯定跟我感觉现在好多娱乐圈都要肃清了，然后那个叫什么王珞丹啊什么的，对吧？他也是好像也有事儿了。最近就都在肃清这方面的事儿啊，偷税漏税啊，干扰这个什么国家政策了之类的啊，肯定你扯犊子了啊，或者说是那个影响全民审美观，或者是全民的这种，这个也不叫啊，这个也不叫什么观啊，叫就是大概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哎呀，文哥直接就文哥我啊！不是，文哥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靠！这4星我他妈！我操！不是，这瞬间就直接15个人头，然后这我靠！我感觉我直播间被大哥全包了啊！我真是我去朱哥找了一下长春，然后朱哥把我包养了。我现在对吧？我回来之后，我们文哥又要包养我，然后去大连去找我文哥啊，文哥就包养我啊。不是这个直接就一手4星我来，不一飞一火，正好6飞。然后就直接上，兄弟们，1毛钱小礼物，1毛钱小礼物还差12个，还差12个啊！对，文哥是大连的，
五 G 哥是大庆的，都是东北人啊。你们又老板糊涂啊！老板糊涂不是一次两次的，用着你们说，你们跟着糊涂就好了，好吧？你们跟着那个什么，然后把那个啥，你看正好今天到了个新的椅子，对吧？感觉到这个是吧？啊，记得带好润滑油，凡士林是吗？是那个叫什么凡士林呐？我也不太清楚啊。最近那个叫什么成都有一个什么会所叫什么？哎，叫什么来着？兄弟们叫 MC 会所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印象啊？我反正据说是被封杀了吧？啊，好，感谢我们的芳华哥，还有巨星哥哥啊，这一人一手大金卡，还差10手礼物啊！大连，我的伤心地啊，不伤心，下回咱一起去大连玩。大连这个文哥不知道那个这个。等疫情之后啊，这个现在疫情反正啊，疫情也没啥，也没有疫情了，好像只有内蒙什么有吧。然后那个大连是大连的事儿啊，就大连我还有个哥们儿，我那哥们儿也好玩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大连，我那个哥们儿，我一去大连他就我上午到的啊，我10点钟到的飞机，因为牡丹江飞大连特别方便。对吧？就是你飞到哪儿一般都是先转到大连，对吧？一般都是先转机大连或者经停大连，然后再转飞别的地方，大家伙能理解吧？啊，然后这个就嘚儿了啊，这个就老嘚儿了。这个大连，我刚下飞机，正常中午头，你知道干什么吗？第一件事是安排我们去洗澡啊，先安排我们去洗澡，然后再去吃日料，然后。在唱歌啊，在 KTV 啊，火云刀，哎呀，火云刀兄弟，哎，看白色的火云，哎，他为什么放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，哎呀，他放隐身衣了，我操，他放那个蜜了啊，他要不放那个蜜不闪光，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大意了啊，大意了。5·1约了一个湖南妹子去大连玩了3天，你就说然后吧，对吧？你就说但是吧啊，武基哥你就说但是吧啊，然后结果那3天，这个湖南小姐姐说我姨妈来，我姨妈来啊，我就说这个意思啊。不是啊，我怎么是老色批了？那他这个游戏就是这么设计的。他这个游戏就是这么设计的，你不能赖我啊！他这个游戏这么设计，你说啊，我的不是了。你说是游戏设计者是老色批，还是我是老色批？明显我不是老色批吧，对吧？对不对啊？5·1、11不适合来大连，啊，对吧？是5·1和11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个什么禁海期？是不是俗称叫什么禁海期？然后海鲜说那个不说就说白了，有海鲜，但是不是旺季，就是海鲜都是什么对吧？都不是特别肥或不是哎不是说错了，可能也肥，但是他不让捕捞，也就是说特别贵，然后是这个意思吧啊？然后没了，嗨了2天，那嗨了就也挺好啊。带妹子出来嗨，对吧？一起续流不错，好的，直接就闪身了，啊，一个瞬身之术。你看这老鼠可以闪身，而且还有6块腹肌，其实是8块。这个老鼠胸部下面还有2块隐藏了，一共8块腹肌的啊，8块的啊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朱哥、武技哥还有文哥三连发，一键3连，我狼直接就4星手背啊，4星手背。大家伙再来一手1毛钱的小礼物啊，只需要1毛钱就行，然后就可以冲到4星了。今天4星就到位了啊！这个做人不要贪，除非是说咱高兴啊，怎么个高兴呢？比如说像过生日啊、过年啊、过节了，或者说是突然啊一场比赛，老板就齐聚，你不4星，你不5星都不行，所有人就奔着你5星使劲的。那所以说平常4星就已经真的啊，就已经是到位了。咱做人不要贪，兄弟们，这老板真金白银从兜里往外掏钱，对吧？他也不像那种无实物的，对吧？有实物的东西，比如说，你看啊，就是对吧？我狼，我给你那个啥，你能不能让我，对吧？这个你现在先去买点润滑油是吧？咱俩那个过2天，然后是吧？这都有实物的东西，对
对吧？你没实物这玩意儿，这东西就是打赏了，就咱们去那个哪儿，咱们去那个那什么唱歌啊、演出啊什么的，去给人打个花。你像牡丹江打个花100块钱，你唱歌，比如说台上的那个，对吧？台上人唱歌啊，就搁那唱什么。不要说什么分离，我只有谢谢了，谢谢老板啊，谢谢了，咔就带个花100块钱啊。啊，比如说哥打5个，最狠的还是去夜店给我来个什么黑头 A 不什么的啊，那玩意儿，我靠，这我去那个哪儿，去那个上海有个夜店，有个女的富婆，找了大概得有个7、8个那种少爷啊，全是帅哥，就是给这干活的啊，就接单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来了一圈黑桃 A， 我看那个菜单上写的叫至尊金什么什么黑桃 A， 然后38888一个，他一个人点了一个，啊，他一个人点了一个，一共点了大概是，反正是10个吧，应该是有10个，不是12个，一人点了一个，然后剩下是一个，剩下几个是留在桌上的，精神病啊。为啥狼哥摄像头糊了？我现在摄像头有病，摄像头好像接触不好啊。谁在姨妈期间做过？实话实说啊，我有过一次，而且那一次是伤心的一次啊，非常伤心。就是传说中我狼的这个初恋啊。然后呢，有一首歌叫小镇姑娘嘛，对吧？对吧？就是在上火车的前一晚上，对吧？就是明摆着就要拉倒啊！他要去一个叫宁波的城市，我继续留在这个牡丹江上大学啊。然后呢，从老家那个他坐火车走的前一天晚上，然后俩人都喝逼了，然后这么说的，说要不然再划了一下吧，对吧？比划比划吧。我说那比划呗，那比划。结果呢，人家有事儿，但是他跟我说没事儿，比划吧啊，有没有事儿都无所谓，比划吧啊。然后结果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我一面都没见过。2009年到现在为止啊，这么一算的话，他是2009年的年初走的，也就是说现在快12年了，兄弟们，不对，现在快13年了啊，12年半了已经，一面都没见过啊。很多人说，那你初恋你不见就不见呗。事实证明，就是最开始那一天晚上没有谈到这个所谓的啊这个分手的事儿，但是就属于就是已经是对吧？这个板上钉钉的事儿了，就是那层窗户纸没捅开就拉倒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结果呢，2011年的时候，也就是10年前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结婚了，啊，就已经结婚了，而且在前年的时候还有一个2胎，非常的赖啊。你劝你狼嫂也没有用，你狼嫂心里明镜呢啊都啊。好，你看这牛魔王被小龙女一顿捅啊，捅快没血了，最后一手他妈的玄冥斧把牛魔王秒了，我起了一刀秒了，一斧头秒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赖啊。但是呢，咱们每天奔着4星就行了，这句话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兄弟们，咱再整点1毛钱小礼物啊。送礼人数现在还差8个人头呢，1毛钱你买不了吃亏，1毛钱你买不了上当。我点名了啊，这个像芳华这都送过了啊，你看金瓶梅梅是吧？一手1毛钱小礼物啊，你看还有阿鱼补录1毛钱小礼物啊，这都是对吧？反正脸都不要了，无所谓了。我这人现在我看得很明白，只要我不要脸，世界都是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没准一高兴一急眼，一会儿还有5星呢，对吧？哎，跟你说，这个人不要脸，天下是没敌的，啊！如果说我想要当一个法外狂徒，我就改名叫张三儿，我就没毛病啊。虚空缩里，你看点了2个名，是不是送礼人物多了2个？一会儿啊，我再点名啊，哎，一会儿我再点名啊。你看，哎，你看阿鱼补录来了，你看啊，你看不看见？哎，还有这个我爱玛丽莲梦露露哥一手大金卡，这玩意儿吧，跟你说吧，有的时候这个点名就赖，这玩意儿都有心理暗示的啊。这东西就跟卖那个什么似的，卖东西似的，那个商家
你看啊，要搞套路，套路那个各位小伙伴，比如说我说，哎，对吧？一进一店里面，这个东西卖3000块钱，对吧？比如说这件衣服卖3000块钱，对吧？原价3000，现价888，你肯定觉得哇操，真屌。事实这个在别的店可能500块钱就搞定了啊，都是套路啊，对吧？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免税店，你比如说去免税店，对吧？你去那个迪奥那个店，你去买，你说这个，哎，我们这个店能用那个，我们能用那个积分吗？这迪奥的店跟你说，我们这个地方不能用积分，但是我们的店呢，可以买完了之后呢，赠送你3倍积分。他的套路是让你先买他家的东西，再去买别人家的东西。总体来讲就是这个意思啊，反正总体来讲就是赖。好了，感谢不穿内裤的女教师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金卡。还差3个人头，哎，还差3个人头，啊，好，一顿会员工。鲁迅先生不曾经说过吗？对吧？你去跟对吧？你去跟邻居商量这个，去这个，对吧？去开一个窗，是吧？邻居就是说了，啊，你跟他商量开窗，他们就会说，对吧？不能开。当你跟他说拆房顶的时候，他们会跟你商量，要不开扇窗得了啊。对吧？就这个意思。比如说，我说大家伙儿，哎，帮我冲一个4星就完事儿了，哎，对吧？其实我不应该这么说，我要是套路大家伙儿的话，我说大家伙儿今天帮我冲一个5星，然后保4星，对吧？哎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来看看，这已经到了，马上就是2个 boss 了啊。牛魔王死了，然后火龙也死了，马上就是幻魔，4星了，兄弟们，哎，4星了。好，还需要3个火箭，3个飞机，外加30个人头，兄弟们，对吧？哎，你也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啊，对吧？你那钱放在银行卡里的不是你的，花了才是你的，在我狼这儿，对吧？操！我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这是坑老板专场啊！坑老板加坑各位小伙伴加坑。那个加坑我狼自己，我说的这是人话吗？我说的是狼话，狼言狼语啊。好的，人都穿隐身衣了，你还能看见我呀？不要个逼脸的这小兵啊！好，来看看大蝎子，这蝎子泡酒肯定好啊，兄弟们。好，一顿拍。刚才那句话是鲁迅说过的。你们老说那个鲁迅先生说那啥啊？好 ，biu biu， 好，柱哥来了。柱哥这2天我跟你讲，自从你抽完之后，然后那个叉腰哥抽折了，然后那个梦宝哥抽折了，真的全折了啊！我估计到柱哥这要憋个大的了，应该是周树人说的。对吧？你抓鲁迅关我周树人什么事啊？哎，我感觉这个幻魔这个眼睛啊，还有大幻魔那个眼睛啊，就作为眼睛真是太猛了，真的。啊，又是小红猪。其实如果单人打的话，可以考虑卡一下大幻魔，就谁能卡住大幻魔也是挺赖的啊，兄弟们啊。汉奸。好，我打是汉奸了呀，兄弟们。好，时间快到了，没事，有加湿器啊，有加湿器，没毛病。这加湿器贼实惠，加到99，对吧？贼实惠啊。好，再来，激光眼啊。好，应该稳了。再来最后一下，哈多肯，我操！没事，体术也可以打死的啊。1、2、3，直接 A 死。完了，柱哥上头了，柱哥上头了。哎，大家伙儿来看一下，教你怎么卡蝎子啊！一会儿完事之后，一个右跳就能卡蝎子，但是几率比较低。卡成功啊！卡成功的几率大概是。占也就4成，那个3成吧，卡住了。
一个宝塔，宝塔镇河妖，哎，蘑菇放辣椒，天王盖地虎，小狼好命苦。不是柱哥咋的折了？柱哥啊，好，再撇。这有套路有方案，打就不一样啊！最后一点，然后再照射镜啊，没有照射镜了，玄冰斧，一会儿要强制那个什么了，遁入幻境，然后一个定珠啊，直接玄冰斧应该先灭了，兄弟们啊！他这个玄冰斧放的，那就是也不能说浪费，反正还有这么多宝呢，你看对吧？还有这么多宝呢，随随便便啊，就不用说非得留玄冰斧了。再来一手射箭，雷电戟能打2点吗？打不了。雷电戟打血太少啊，还得是玄冰斧啊，直接雷死。还有一个玄冰斧，还是放火云刀牛逼啊！放火云刀他妈的有内裤，你看射个箭就没有内裤。师傅出来了，小龙女骑师傅，哎，师傅。好，那牛逼了，牛逼了啊！啊，也是感谢我们这位李小文。那以后有他的作品啊，还是要给他冠名一下啊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伙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